荷尔蒙治疗会不会致癌？这大概是更年期最让人害怕的一个问题。这份恐惧其实有个明确的起点，2002年。今天我们把这桩悬案摊开来，好好审一次。2002年，一个大型研究的初步结果透过媒体震撼发布，荷尔蒙治疗增加乳癌、心脏病风险。这句话吓退了全世界的女性，荷尔蒙治疗的使用率一夕之间崩跌。但这份卷宗藏着一个关键的细节，当年被忽略了。那的研究里的女性平均年龄是63岁，大多数人早就过了更年期10年以上才开始用药，而这正是后来破解整桩悬案的钥匙——时机。医学上把它叫做时机假说。同样一种治疗，在对的时间用和在错的时间用，天平会倒向完全不同的两边。如果在60岁以前或停经10年以内开始，效益那一端明显更重，症状改善，骨折减少，整体风险很低。但如果太晚才开始，心血管、血栓、中风的风险就会往上加。那最让人担心的乳癌呢？我们把它单独放上天平。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，单独使用雌激素并没有增加乳癌风险，会稍微增加风险的是雌激素加上合成黄体素的组合，而且需要用比较多年。但这个增加有多大呢？研究换算下来，大约等于每天多喝1杯红酒的风险，跟肥胖、缺乏运动是差不多的等级。说这些不是要你轻忽，是希望这个风险回到它真实的大小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今天的治疗也和当年不一样，现在的主流是分子结构与人体相同的生物等同性荷尔蒙，不再是当年研究里那种合成黄体素。而天平的另一端是什么呢？18年的长期追踪发现，用药组和没用药组整体死亡率几乎一样。有子宫的女性搭配黄体素就能保护子宫内膜，点药的方式也有讲究，用擦的、用贴的，血栓风险比口服更低。证据累积到今天，连官方的态度也在转变。美国的主管机关在2025年底已经开始移除荷尔蒙药品上那个最严厉的黑框警语，理由是当年的解读太过时，也太夸大了。当然，荷尔蒙治疗不是人人适合，也真的有禁忌。有些情况必须特别谨慎，像是乳癌病史、不明原因出血或血栓病史。所以它始终是处方治疗，需要医师为你一个人量身评估。说到底，风险沟通不该是吓你或哄你，而是把真实的天平摆在你面前，陪你一起看。1杯红酒的风险和几年好眠与生活品质，这个秤该由你亲自来称。别让20年前的一则旧闻替今天的你做决定。来康欣，让女医师陪你读懂自己的那把天平，更年期评估为你安排。或者先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从一个5分钟的更年期觉察开始。